来我们特别关心到的是美军的基地被炸成蜂窝，现在呢飞弹打到都快要打完了，得靠中国大陆它的这一些重点原料来续命哦。那么再来就是关心到说，是不是川友友们又有内线消息了？因为最新消息是刚刚我们特别谈到的，美伊之间的停火协议还没有宣布之前，竟然有人靠内线哦，在这个时候下注，结果后来竟然狂捞了换算新台币40亿。川普口中的大胜利，现在变成美国不管在军事、金融、国际公信力全面崩盘。好，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我们先来看到这个美伊战争爆发到现在超过60天，川普不断的在大喊说美国大胜利了，但是现在呢，来自于美国自己内部媒体大爆料说，真正被打到剑骨的不是来自于伊朗的攻击，而是美国的美军自己。来自于《华尔街日报》的最新爆料，他说呢，伊朗已经毁损或者是摧毁中东美军的15座基地，这当中包括被炸得非常惨的，不管是机棚啊，或者他们的营舍、燃料库、飞机、雷达、通讯跟防空设备等等，而且这个轰炸的规模是远远超过美国自己公开承认的程度的。另外呢，就是特别来看到伊朗在袭击沙烏地阿拉伯的一个阿拉伯苏丹亲王空军基地的时候，造成了E3预警机呢直接被摧毁哦，这个哨兵预警机直接被摧毁之外，因为呢被攻击了，所以呢看到多架的军机，包括了空中加油机啊、E2鹰眼等等，都只能在露天来暂时做停放了。那另外一方面，这场战争也严重消耗是美国的飞弹拦截器，将会需要立刻从大陆来进口特别来补充它的库存哦，这是我们来收到的一个最新消息。那么另外就是最近发生的事情，一架美军的空中运输机KC-135空中加油机传出呢，在波斯湾附近为什么失联？是不是因为受到伊朗的电子战的影响？到现在这架飞机仍然是行踪成谜的。再来就是战争部的统计，到4月3号，一共造成了13位美军的官兵阵亡，365人受伤。美军是否低估了伊朗真正的战力？再来就是刚刚特别提到的是，现在美国急需要来自于中国的补充它的军工生产，怎么回事？赖老师怎么看？我觉得美国的战略思维还有它的战术是落伍的、陈旧的啊，它没有适应这个4年以来这个俄乌战争中所新发生的这个新形态的战争。美国跟不上，美国落后了，而且落后的太严重了啊！它的整个思维方式还是用旧的方式，所以他自认为他的这个防导系统是足够的，不管是萨德系统，或是这个神盾舰的这种标准系统。还有爱国者的系统啊，甚至如果再加以色列的铁穹，他认为他的这个防卫系统基本上的能力是够，而且他觉得美军啊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这些非常具有高度军事价值的这些军事基地是牢不可破，是不会被破坏的。结果他用旧思维来面对新的战争，所以美国在这一次遭到这么重大的挫败啊。美国它因为它掩盖事实、掩盖新闻、掩盖消息，不让美国人知道。但是问题就是商用卫星它看得很清楚，所以这次很明显的是媒体从商用卫星所购买的这些图片资料一个一个的摆出来。那你想，大陆怎么会看得更不清楚呢？大陆的军用卫星，尤其是高分的这个卫星，它每一寸地它看的是更仔细，它甚至几公分啊。的这10公分以上的，他都能够看得清清楚楚的话，所以他更知道美国的伤亡的情况，美国的损害的情况。但是大陆不会对往外讲的啊，所以我们很明确的知道说，中国大陆是完全掌控了美国在这一次的跟伊朗的战争中美军的损失的情况，还有伊朗的损失情况，这个都是完全可以掌握的。好，我们就拿这么粗糙的这个商用卫星所公布的资料，我们就已经看到了美军的军事基地过去是牢不可破、不被攻击的这个神话已经完全破灭了。228处的军事设施被摧毁，这个已经是最保守的估计了。对，而且里面包括很多的兵舍，也包括了很多的这些雷达的基地。那你想，雷达的基地怎么可能？通讯设施、雷达机库怎么可能没有人在里面工作？兵舍怎么可能没有人住在里面？
重要的参谋指挥中心的处所，怎么可能没有人在里面工作？那因此损失的人怎么可能就13位？那个大家眼皮中看到的掉在地面上的，而没有任何炮弹落下来的官兵，所以每一个人都在怀疑美军的死亡人数绝对不是13个，也不是360几个人受伤。这个大家反而相信伊朗之前所说的，因为伊朗他打出去的导弹，他知道有没有命中，有命中没命中，他可以概估美军的死亡人数，当然不准确，但是可以概估。所以美军到目前为止没有对外公布他们的伤亡人数有多少？没有，而且也有可能他签订了这个保密协定，要求军人的家属不能对外泄露。我个人觉得，我高度的怀疑美军有签这个保密协定啊，就是要求军人的家属、阵亡的家属不能对外揭露他的子弟阵亡的情况，所以很有可能情况比我们外界所想象的更加的严重。不然，以美国这样的一个国家，他曾几何时在一场没有取得绝对优势的时候，他要跟你签停战协议，要跟你签和平协议。美国在历史上就有一次跟一个国家签了停战协议，那就是中国大陆，在韩战的时候。从此以后，美国再也没有跟任何一个国家在没有占绝对优势的时候签停战，要不就是仓皇而逃，越战，要不就是阿富汗战争仓皇而逃。但是他基本上都是以绝对的优势的情形签下停战协议。那因此这次愿意跟伊朗签停战协议，我个人就高度怀疑。好，那现在的情况就是美国由于掌握不了伊朗还有多少库存，不知道伊朗还有多少无人机，所以他一点办法都没有。这第一个。第二个，他自己本身的有杀伤性的防导的导弹损失消耗太快，他获得不了关键的稀土。但是问题就在于，中国大陆不会提供给美国任何1公克的军用稀土，因为那是法律。对，所以别想从中国大陆那边得到。好，所以我们刚刚看到的是在这一场战事之下，现在美国最头痛的问题因为来自于媒体的爆料说，这个军事损伤远远是大于政府所公布的这个数字。那美国现在头痛的问题不只是在战场，刚刚我们特别提到的军事损伤惨重之外，还有就是信任崩盘。内线交易是否又再度的爆发？因为呢，美伊双方不是签了这个14点终战备忘录吗？结果没有想到是在这个备忘录正式的公布的前1个小时，突然间呢涌入了高达9.2亿美元的原油空头部位，接着油价突然间暴跌超过12%，短短的时间之内，市场有人狂赚，换算新台币40亿元，跟川油得到的内线有没有关系？杨老师怎么看？华尔街是气疯了，那华盛顿也都是觉得这个不可思议。对。不过先提醒，这个14点终战备忘录不是美伊双方签署哈，这是美国单方面提出来，而且就是美国川普的女婿库什纳，还有中东特使维特列夫他们所主导的。那这个多夸张！5月6号，美国时间东岸时间清晨那个时候，其实在股市这叫期货市场里面，其实一片凄惨。那没有人在怎么下单。清晨3点40分，突然有一笔9.2亿美元来去等于是买原油原油1万口原油期货的空单，也就是做空，意思就是说预期它会跌。可是现在怎么会有这个讯息呢？没有啊，70分钟之后，美国东岸时间清晨4点50分，美国的一个媒体叫做这个 Axios 就公布了这14点终战备忘录，他从白宫取得的。然后呢，油就开始跌，几个小时都跌了到12%，所以来到了它的获利就多少？它获利1.25亿美元，就40亿台币。所以这个当然是内线套利嘛。而且你为什么在清晨的时候你会去下这么大的一个空单？然后第二点，你为什么在清晨的时候要去公布这14点终战原则？刚好在下单的70分钟之后。否则，如果再延长时间的话，这个市场马上就会反应，怎么有那么一大笔单来下这个空单，说原油会跌，那一定白宫可能会要出招了，所以大家会跟。所
所以你来不及跟的时候，他犹豫的时候，消息就出来，那消息出来当然就跌了，那他就获利了。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整个华尔街觉得哇，这个叫什么？叫春江水暖鸭先知，那川有先知，这很清楚，因为已经连续这个是第3次，第一次是在3月23号的时候，川普发文说，哎，这个谈判有进展了。那在他发文之前的15分钟，市场就出现5.8亿美元的，就是买盘，那个是华尔街。然后呢，4月7号不记得是停火嘛？在停火之前这么大的一个事件，果然在消息公布之前，又有9.5亿美元的这个买单进来，所以2次都基本上都认为是严重的内线交易。美国的民主党已经到美国的政府里面，它有一个委员会然后要求说这个严重违反美国的司法跟政治上的伦理。那可是到现在也没调查出来。你看现在又来了一次。那这个操作呢，很明显，我觉得就是因为 Kushner 跟中东特使2个人过去也都是在这个做这个股市买卖跟基金买卖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有可能。那但是问题是，现在所造成的信用透支不是只有就是川普而已，它是整个美国政府的信用透支。那而且你这是用石油来换，来换什么呢？来换和平。也就是说，让伊朗的这个这个封锁解除掉，那最后呢，让川普呢更赚一笔。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那伊朗现在在考虑，在思考。那我觉得中国大陆也在看，那不会说从一个股市的角度或期货的角度来去解读它，反正他赚是他家的事，是美国人自己的问题。那可是呢，来看它到底对和平是不是真的有持续的效应？好，这个是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哦。金融市场整个内线交易引发了这个国民还有整个华尔街对于川普非常的这个愤怒还有不信任。另外，川普还面临在政治上的一个不信任，是因为来自于《卫报》的最新报道说呢，有一位民主党的议员，他这个时候站出来写了公开信，点名的就是川普跟纳坦雅胡。他说呢，你美国跟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攻击，理由就是要阻止伊朗取得核武，但是美国你自己政府自己知道，却不敢公开承认以色列其实也拥有核武啊，你干嘛不敢说呢？厉将军怎么看？在网络上有个笑话，有一个记者问赫格塞斯说：“你这次为什么要攻打伊朗？”赫格塞斯说：“因为我们怀疑他在发展核武。”那这个记者紧接着又问赫格塞斯说：“那你们为什么不攻打北朝鲜？”然后赫格塞斯回答说：“他真的有核武。”这就是美国的一个标准嘛，对不对？现在如果说是朝鲜他已经拥有了核武，但你却睁只眼闭一只眼，一句话都不敢讲，但是你却这个去攻打伊朗那全世界有核武的国家总共有9个国家当然其中包括到以色列，以色列是传说，但是他并不承认。这9个国家我念给各位听，分别是俄罗斯、美国、中国、英国、法国、印度、巴基斯坦，还有以色列还有北韩其实这个之前原来还有一个国家有核武的，这个国家叫乌克兰但是因为在这个冷战结束之后，他自己自愿将他的核武器交出来。那现在大家都看到这个这个乌克兰现在结果，俄罗斯攻打他毫无还手之地虽然说他在硬撑的。那所以说有时候你怎么讲核武这种武器就变成一个国家最后的一个保命符。我因为有核武，我就可以免于被你们这些国家侵略跟攻击。那我想说，以色列要有核武，大概也是这种心态。他认为这个国土纵深非常的狭小，然后周边都是穆斯林的国家他认为活在这个地方那非常危险，所以他有一种杯弓蛇影的那种这个紧张的情绪。因此，当然在这个西方国家的协助之下，他建立了所谓他自己的核武库，然后将这些核武保存在自己国内。我想说，他最主要是安全的考量。但是你反观伊朗，伊朗四周是不是也都是核武国家我们看到以色列他自己也讲，我被核武国家包围，包括以色列北边呢是俄罗斯这个印度、巴基斯坦，刚好把以色列包围在中间。你说他是不是也是一个被核武包围的国家？是。那他当然就他的国家安全立场，他当然希望有核武当然现在如果说是这14点的备忘录能够达成，
我想说，对全世界能够减少核武，总是一个很好一个讯息。那少一个国家有，就少一个国家有。但是美国一种这种双标的标准，我们也看出来，美国事实上只能说就是欺善怕恶而已。好，谢谢厉将军。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